在现代社会里，上街时带一把名刀，比起让你受万人敬仰，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是被拉去局里喝茶。许多冷兵器被现代的刀具管制轻松干碎，成为了不能轻易见人的深闺小姐。但与此同时，也给了其他武器趁机崭露头角的机会。例如我们今天的主角甩棍。甩棍严格来说属于民间称呼，它的全称应该是战术伸缩警棍。作为一种警用装备，它不光受到了各国警察的青睐，在警察的执法对象各路流氓混混手中也是非常吃香的存在。光是这种黑白通吃的气质，也能证明这种武器确实有它的魅力和实战价值。棍因为可以通过控制发力直接影响杀伤力，同时它的钝击属性相对于刃武来说也更不容易造成致命伤，因此从古至今一直是执法人员的首选。在1960年代，美国警察甚至使用过双节棍，而甩棍可能就是秉承这条准则发展出来的，现在依然是英国警察的主力武器。许多执法人员会使用伸缩警棍破坏车窗，以便进入车内或将嫌犯拖出车外，但这并不是说甩棍就完全没有杀伤力。金属材质的甩棍如果大力击打头部、颈椎或者脊椎的话，依然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巨大伤害。因为甩棍隐蔽轻便，同时又具有杀伤力的特点，导致它也成为了不法分子的罪案。各种影视作品和游戏里经常能看到一些西装革履，戴着黑色橡胶手套，打扮得像油管吃播博主一样的黑手党，抽出一根甩棍殴打敌人的场景。因为是现代武器，所以对于甩棍来说，有多种材质可以选择，从金属到碳纤维多种多样。与普通短棍相比，如果使用相同的力量挥动，由于甩棍第一节较细，接触面积小，相同压力下产生的压强较大，如果再加上本身又是钢制，那杀伤力比普通短棍肯定要强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切忌用甩棍击打人体的头颈等要害部位，甚至在一些国家地区被列为管制武器。例如香港，一般平民是禁止持有甩棍的。同时与甩棍相比，普通短棍重心在中间，在握持时需要在尾端空出大约一握的距离，使重心靠近握持手，以提高操控性。而甩棍的重心本身就比较靠后，在第二节靠近手柄处，可以说是具有与生俱来的良好操控性，易用的同时威力不俗，但又可以通过控制发力来限制造成的伤害。很显然，这就是甩棍为何会被选为警用装备的重要原因。在很多可以合法持有的地区，甩棍也成为了居民平日里拿来防身的一个人气选择。虽然这样也导致那些道上兄弟也更容易取得甩棍作为武器了，就是甩棍出现后，很快就衍生出很多不同的版本。从大体结构上来说，可以区分为4大类。首先是钢卡式，这种结构被绝大多数甩棍采用。甩棍展开时，依靠节与节重合部位之间的摩擦力锁定，因此重合部分结合要良好，以确保甩棍在戳刺物体或受到震动时不会轻易解锁。干架过程中，武器突然缩回去，可能是黑白两道的人都不愿意看见的场景。在钢卡式甩棍的尾部，尾帽和手柄之间有一个钢卡，由一个圆形底托和2个簧片组成。在收缩状态下，钢卡的2个簧片会撑在最细一节的内壁，使棍节不会自己滑出。钢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调整钢卡簧片外张的角度来改变甩棍甩出时的阻力，而钢卡可以很方便的更换。第二种是磁吸式甩棍，与钢卡式的区别是把后边的钢卡换成了磁铁，但这也带来了2个缺点。一是尾帽占据了相当大的长度，与钢卡式相比，收缩长度相同的情况下，磁吸式的伸展长度要短了一截，也就是说，磁吸式甩棍的无效长度较大，隐蔽程度也打了一点折扣。二是磁吸式甩棍所用的磁铁磁性较强，会对手机、手表、磁卡等物体产生不利影响。当然，这不代表磁吸式就一定比钢卡式差劲。钢卡式甩棍的钢卡使用过度或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会有疲劳现象。磁吸式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点。尾帽的磁铁可以不间断地提供均匀且适中的吸引力。另外，还有很多磁吸式甩棍的磁铁都是装在最细节的，这样也可以减少无用长度。第三种是自弹式，简单来说就是甩棍上有个开关，点按开关，棍体就可以轻松弹出，看起来就像雨伞一样。一把自动伸缩武器可能是所有少年心中的梦想。
把这种甩棍放小孩手里，估计他能玩1年。自弹式甩棍的第一节根部有一圈的凹槽，在收缩时，手柄上的卡子会卡在凹槽内。按下手柄上的开关，卡子抬起，棍子内部的强力弹簧会把前2节弹出。这种构造的唯一缺点是，手柄上的开关会影响握持时的舒适度。最后一种就是机械闭锁式，前3种甩棍都属于摩擦闭锁式，打开时依靠摩擦力锁定。而机械闭锁式甩棍则是依靠连接部分的卡簧来完成伸展状态下的闭锁。收棍时按住尾部的按钮即可轻松收回。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锁定牢固，伸展状态下可以承受很大的垂直作用力而不会缩回，收棍也更方便快捷。但相对的，由于打开后连接部分并不像摩擦闭锁式甩棍那样紧密接触，所以节与节之间会有轻微的晃动。而甩棍这种武器和暴力使用基本上是分不开的，因此这种复杂的结构就会变得易坏难修。对于甩棍这种武器，你觉得比起其他现代格斗武器哪个更帅气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